Hey, what's up? It's your boy Skip 吃马路，欢迎来到特别企划时间。不过在一开始呢，要先感谢一下，终于有人肯赞助我了。是因为有一天我跟这个赞助老板聊到做影片，然后呢，他就发现我的东西都超阳春了，我的设备，所以他就开始提供我一些有关电脑啊、做影片周边的一些商品，真的是很感谢他。那今天首先呢，先介绍一下我最近在用的这个就是一个可以把电脑垫高的东西，这叫做 Backbone。因为我的电脑很容易就很难散热，然后其实它可以把它垫起来比较容易散热。再来是每次上字幕啊，都上到我手快抽筋了。我觉得它换一个角度，它可以让我打字可以撑比较久一点啦。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Stanford 上面看这个商品，它上面也有很多电脑的周边啊，尤其是手机壳，然后有一些充电线，我觉得还不错。那连结放在下面，你们可以去看。回到今天的特别企划，我觉得 Plus League 打了几个礼拜下来哦，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精彩，而且那个观众人数都常常爆满。我觉得有一点回到 SBO 第一年，我记得我去红馆的时候还有塞爆的场面发生。我觉得身为台湾的篮球迷真的很幸福，能够有这么好的篮球环境、篮球气氛，这一切都要感谢黑人哥以及所有的球队还有所有球迷的支持，我们真的是太棒了。从去年的 ABL 开始，除了富邦的球员之外，基本上我只能支持富邦啦，不然老板会生气这样。除了富邦的球员之外，我偷偷注意到了一个人，我觉得他打球呢风格真的蛮特别的。后来我查了一下他的履历啊，发现他是从美国的加米的手打来的，所以就觉得非常的亲切。每次跟他打球，就感觉一切好像都在他的掌控之内。他打球是如此的优雅，如此的轻松。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Plus League 的超级控球。大家要开始哦，要做好哦，因为塔克老师 Anthony Tucker 准备要上课啦。Damian James Anthony Tucker II， 绰号塔克老师，只要他在场上，对面的球员都要等着他上课，因为 Tucker 将控制整场比赛。身高6尺4寸，193公分，210磅，95公斤。1989年出生于美国 Minnesota 州的 Burnsville， 高中就读 Minnetonka High School， 大一、大二在 NCAA 第一级的 Iowa 大学打球，大三到了 Winona State， 后来又转到了 Minnesota State Moorhead 大学，打完了大三、大四，投入2013年NBA 选秀落选之后，到过芬兰、捷克、比利时、匈牙利、土耳其，总共打了4年球。后来到了 CBA 的广州龙狮 ，ABL 的中信功夫，就是澳门黑熊的前身。如今为台新梦想家出赛第2年，在亚洲时期拿到了 ABL 最佳外援的 MVP， 什么65分大三元啦、48分、16助攻之类的电动成绩都是在这里写下的。Tucker 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爸爸 Anthony Tucker 在 Geico 当保险业务，妈妈 Cindy Durant 则是自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有一个小9岁的妹妹，那现在是一个护士。妈妈 Cindy 是 Tucker 的启蒙老师，虽然妈妈擅长的运动是排球，但是在 Tucker 非常小的时候，发现了他对篮球的热爱。Tucker 的投篮姿势是妈妈告诉他的，虽然 Tucker 说妈妈一点都不准，但是这个小小的举动，没想到让投篮成为 Tucker 一直以来的致命武器。小 Tucker 从6岁就开始打球，当时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和篮球有关，也是在那个时候，小 Tucker 的心里就有着未来当职业篮球员的梦想。国中的时候 ，Tucker 就读不同学区的学校，在学校打篮球队，但是因为不同学区的关系，有一些很奇怪的规则，像是只能在主场出赛和只能打学校的第2队。而且 Tucker 回忆到那时的球队并不强，但是他一直希望能够跟更强的人竞争。所以在8年级的时候，就在 AAU 的球队 Minneapolis Kings 打球。高中的时候，因为 AAU 队上有9位球员都来自于 Minnetonka High School， 所以在开学的前一天来到学校报到。特别的是，高一的 Tucker 当时寄宿在他 AAU 的教练家，这个影响 Tucker 篮球生涯最重要的人 Chris Carr， 一个从1995到2003年在 NBA 闯荡的球员。就像 Tucker 的爸爸一样，场上场下都非常照顾他。当时学校的小孩很少看到爸妈的情况非常正常，因为家长工作的因素，所以基本上都是需要自己非常独立的生活，不然就是隔代教养。高3寄宿在助理教练家的 Tucker 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很像 The Blind Side 攻其不备的主角 Michael Lowry 一样，寄宿在别人家，努力的练球，希望以后能够在运动场上发光。大概在15岁，也就是高一 freshman 的时候，球队开始到了很多地方比赛 ，AAU 或者是很多小巡回赛，一直是球队上王牌的 Tucker， 在面对许多更强的对手的时候，丝毫没有退缩，反而拿了不少巡回赛 MVP 和入选第1队。当时建立起来的自信让 Tucker 觉得好像有机会能够打 NBA。
在 Rivals.com 也进了全国所有高中生的排名。Tucker 开始对上来自全美的一流好手，而且很多比赛其实都打得有声有色。AAU 教练 Chris Carr 的严格训练终于有了回报。不过 Tucker 自己说，来自 Minnesota 的球员实力当时其实都没有很突出，所以每次的比赛都非常重要。可惜的是，在一个巡回赛里，明明就晋级冠军赛的他们，必须要提早回家，原因是因为经费不足。没有品牌赞助的球队没办法付多余的饭店、餐费、改机票的钱。家长会呢预期他们不会打到冠军战，所以机票订在冠军战的前一天。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一次顺利夺冠，很多场边大学的教练和球探也许会联络 Tucker， 也许会有更多的曝光。太多的也许了，只能停留在大家的想象力之中。Tucker 在 Minnetonka High School 高4的时候被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获选为 Metro 年度最佳球员、全州第一队以及 Minnesota 的篮球先生，是从高1到高4都全票入选联盟第一队的唯一一位球员。入选年度球队对 Tucker 来说跟家常便饭一样。当中在 Minnesota 教练联盟的明星赛拿过3分球冠军。高4带领球队打出28胜3负的成绩，在冠军战上半场落后22分的情况下，下半场狂得20分力挽狂澜，拿下了州冠军。其实在11天之前，他们才逆转了一次上半场落后18分的困境。Anthony Tucker 总分1908分，为学校历史最高，创下单季3分球命中率 44.6% 的学校纪录。高中的教练 John Heston 如此称赞 Tucker， 他的投篮手感很柔顺，很 smooth， 我总是拿他和 Ray Allen 相提并论。Tucker 回忆道，其实我通常都是在下半场才热开，然后拿个20几分，只是因为那是冠军战，所以好像我只有那一场很厉害一样。当时的高中比赛和在 AAU 碰到的对手是完全不同等级的。在 AAU 碰过的对手像是 Drew Holiday、Brandon Jennings、James Harden 还有 Michael Beasley 等人，让 Tucker 的技术和心态越来越成熟。Tucker 在高3拒绝了 UCLA 和 Louisville 大学的邀请，选择了美国中部 Big Ten 联盟的 Iowa 大学，最主要是因为离家比较近，让妈妈可以来看每一场球。但是没想到，大学篮球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也是 Tucker 迷失自己的开始。Iowa 州是一个没有职业球队的州，大学篮球就像他们的职业队一样，球员走到哪都会被特别的关注。走进一间餐厅，所有人都会停止吃饭，抬头看你的那一种。这让个性低调的 Tucker 非常的不习惯，和教练的沟通只限于场上，出了体育馆之后就没有任何的交集。种种的压力加上一到大学，生活就解禁了，一切高中不能做的事情忽然就没有人管了。在没什么休闲娱乐的 Iowa， 人们开始沉迷 party 和酒精。其实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只是 Tucker 这个 Minnesota 的篮球天才成了众矢之的，只要有表现不好都怪他。后来因为想要更多的上场时间，大3转队到了 NCAA 第2级的乙组球队 Winona State， 在那里有着才华洋溢的队友，但是教练团的问题和球迷的不友善，加上输球总是怪在这个转学生身上，打了1年就转到了另外一所学校 Minnesota State Moorhead。 现在的 Tucker 也说当时的自己总是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很不成熟的处理场外的事情。不过这些经验让往后的 Tucker 成长很多，也越来越稳重，成为我们现在认识的 Tucker。 在 Moorhead 季后赛第1轮输球之后，想要继续走职业篮球的 Tucker 来到了芬兰，开始了正式的职业篮球生涯。但人生地不熟的 Tucker 根本不知道要跟哪一个经纪公司签约，也不知道薪水应该要是多少。当时没有人可以协助他，只有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Tucker 常常问自己，我够格当一个职业球员吗？他们需要我来这边做什么？作为一个外援，你不是来适应球队，而是他们付钱要你来改变这支球队。喜欢之前外援的球迷都在等着看好戏，尤其没有人听过你的名字，不像现在大家都叫你 MVP。 那刚开始的阶段其实是非常难熬的。后来在捷克联盟带领球队打入冠军赛和写下了季赛最佳胜率的纪录，来到了亚洲才打开了知名度，越来越多人认识这个非常有实力的后卫。作为一个外援，在球队上心态上跟在自己国家打球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每个外援球员背后都有着一般人不会想象到的心理压力，心情都会是蛮复杂的。Tucker 说 You have to play well and you have to win. If you're not gonna win, you should play really well. But if you play really well, then you should win the game. 基本上就是你必须要数据表现得很好，并且要赢球。如果输球的话，那你最好表现得更好。不过如果你表现那么好，那你应该要赢球才对啊。所以除了要顾到球队之外，还要顾虑到自己的数据，这样子球队才会把你留下来，又或者之后才可以拿到更好的合约。
这样看下来，其实身为一个外援也真的蛮不容易的。普遍来说，一般的球队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等你慢慢的成长，外援必须要是即战力，并且马上改变球队战绩，才有存在的价值。我发现心理素质实在能够决定一个球员的表现。如果只在乎投进或不进，赢球或输球，心情受影响之后，表现自然而然的也会受很大影响。塔克在场上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冷静，为什么呢？塔克老师说，尤其在快节奏的篮球里，连进5球或连不进5球只是一下子的事情，你只能专注在当下你的球权，能够完美的执行战术并且得分。有可能连续10球不进，但是第11球进了，这一球反而是最关键的，所以绝对不能让快速的变化打乱自己的节奏。当然这个跟个人特质也有关，他可能原本就是一个安静的人，每一天早上和赛前呢，都必须静下心来冥想15分钟，让自己心非常的平静，让自己完全融入在当下的比赛。这个小细节造就了 Tucker 场上非常大心脏并且稳定的表现。很幸运的有机会能够跟 Anthony Tucker 聊到天，球衣背号2号是因为他的名字 Anthony Tucker 的 second 第2，所以是2号。最喜欢的球员是 Gilbert Arenas， 尤其喜欢他的大心脏和运球之后的投篮。最支持的球队是自己家乡的灰狼队。有报道说 Tucker 是 ABL 的 Jason Kidd， 他本人则是完全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除了数据之外，打球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他喜欢看 Steph Curry、Devin Booker 和 James Harden 的比赛，不会去模仿他们打球，但是会去学习他们如何读懂防守和在球场上的智慧。最喜欢的球鞋是 Kobe 4代和5代，最喜欢的刺青是他右手腕上的 Faith and Perseverance， 信仰和坚持到底。因为这2件事帮助了 Tucker 从非常低潮再度的找到属于自己的路。没有打球的时候，大学主修社会学的 Tucker 最喜欢看房地产和财经的书，充实自己的头脑，为了也许退休之后能够进入投资房地产的事业做准备。还是他其实真的想要去教书当塔克老师。不管怎么样，静下心的特质让 Tucker 不管场上场下都显得沉稳可靠。Tucker 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联盟的风格，大陆 CBA 身体对抗性比较强，而且球员普遍是比较高大的。台湾的篮球节奏快上很多，但是相对技术层面是非常的要求。Tucker 觉得梦想家和其他球队非常不同的地方是，所有的老板们都非常的照顾球员，为建立整个社区文化付出了非常多之外，只要是国外的比赛，每一场客场都卯足全力疯狂的加油，通常都会比球迷还要夸张。非常喜欢台湾热情的球迷和现在台湾篮球的风气，也希望借着篮球这个运动能够融入到台湾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在这里生活很轻松，大家的英文大部分都可以沟通，所以 Tucker 老师现在非常享受在这里打球的时光。我觉得我小时候超级崇洋媚外的，而且刻板印象很严重，应该是当时对自己没什么自信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如果看篮球就一定要看 NBA， 那看篮球一定要看黑人打球，因为黑人是最强的，而且我其他都不看。而且我有一阵子我还很努力的想把自己晒黑，然后觉得这样子篮球会比较强，结果呢晒黑之后皮都脱掉又白回来，我就觉得哇天哪，我篮球不会强了嘛。但是慢慢的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篮球，发现越来越多不同等级，可能高中、大学、国内、国外，我才发现啊，其实篮球世界是非常的大的。那我很庆幸这个运动呢是世界级的运动。那因为透过网络，我们也了解很多不同风格、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的打法，我才发现除了 NBA 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好看的篮球。其实只要用心去打，你就可以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风格。而且我相信只要球员在场上拼命，他那个努力的心一定会传达到球迷的心里面。像我最近就很欣赏新竹工程师的一个球员陈立焕，我觉得他打球真的超认真的，我觉得他的态度真的是值得每一个人去向他学习。在这里shout out to my man Kelvin。那最近其实台新梦想家的战绩不是很理想，但是Tucker老师告诉我们不要担心，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把握一些最后的关键球，其实那个战绩就会差很多了。所以就让我们好好期待一下吧。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因为有太多聊天的内容我是没有办法放上来，我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在这边呈现给大家。不过呢，想问问题的你们可以先在下面留言那我知道答案的话我就直接回复你们，那如果不知道我搞不好可以询问一下这样子。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集 Skip to My Loop 非常精彩的内容。Alright, that's it from me today.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